甲午战争啊，对近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个战争是如何爆发的？是不是有可能及时叫停这场劫难？从战争末期开始，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呢，情报不对等，大家也摸不清日本到底是图什么。于是呢，只能把问题往自己身上找。1894年的春天，清政府应朝鲜方面的请求，派兵入朝镇压东学党。这个事件啊，在客观上给了日本可乘之机。日本人布下导火索，最终借着中国人的手点燃。清政府在宣布接受马关条约的罪己诏中，也曾写有充满追悔之意的仓促开信。那么，朝鲜为什么在当时请求援兵？清政府又为什么仓促之间派了兵？一连串的问题，最后都聚焦到了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又到底是谁呢？北洋水师啊，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耳闻。今天的第一段呢，我给您说一说您可能不知道的有关北洋官兵在日本长崎因为嫖娼引发的一起大规模群体事件。1886年8月啊，北洋舰队由提督丁汝昌带领，风风火火地开到日本长崎，去干嘛呢？检修军舰，顺便搞点亲善外交。但是这个事儿背后的味道绝对不止检修这么简单。话说，自从1875年开始建设北洋水师以来啊，10年时间过去，这支舰队从无到有，具备了基本的雏形。除了英国造的巡洋舰扬威、超勇之外，德国制造的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定远号、镇远号这两艘巨无霸，也在1885年开始服役。当时的大清国呢，正在迅速跻身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那么说，这一次长崎之行啊，其实是李鸿章顺水推舟的安排。为啥呢？因为东北亚的局势忽然紧张起来了，英国和俄国争夺霸主地位，波及到了东亚。英国人呢，突然动手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巨文岛位置示意图，这个地儿啊，是济州海峡的一个战略据点，可以说等同于掐住了俄国的咽喉要地，防堵俄国的军舰南下，并且直接对海参崴军港构成威胁。俄国人说你掐住我喉咙了，这怎么能忍呢？你英国要是占着巨文岛不走，那我也得在朝鲜找个地儿插旗。他们最终呢，选中了永兴湾，并且准备占领对马岛。英俄两国在东亚海域互不相让，剑拔弩张。当时谁是最慌的呢？日本。朝鲜要是变成英俄两国的决斗场，东亚的和平恐怕就保不住了，日本必然受到影响。可是当时的日本啊，还很弱小，实力上还不够格直接参与大国 PK。最好的办法呢，是找个盟友，而这个盟友暂时只能是中国。于是日本人鼓励清政府出面干涉，甚至表示万一英俄两国真打起来，中日可以联手保住朝鲜。那么朝鲜呢，是清朝属国，一应的外交事务都由大清政府代办。俄国人在这个时候向李鸿章表示不满，要求中国保障济州海峡，尤其是巨文岛附近的海上交通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呀，李鸿章顺势就下令北洋水师出动，武装巡游济州海峡，安抚俄国老毛子们的情绪，同时向英国人抗议。更重要的是借此向日本人示威。说白了呢，就是摆出大国架势，这片海域是我们家的后院，你们想来玩可以，但是至少得先打声招呼。这出北洋舰队武装亮相，让英国人很不爽。日不落帝国惯于横行全世界，但是在远东地面的海军力量和新兴起的北洋舰队相比，几乎没有优势。东亚病夫突然开始雄起，让英国人很不习惯。震惊之余呢，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远东政策，这也就成了几年以后他们在甲午战争中支持日本乃至结成日英同盟的重要因素。这是自1840年被英国人揍完以后，大清水师第一次在危急海域亮剑。出航之前，北洋水师还特意在天津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亲自到场进行检阅。演习过后，丁汝昌率领舰队巡弋朝鲜，随后还访问了俄国的海参崴军港。巡弋结束以后，这个舰队需要进行突游维护，而中国自己的旅顺军港还没有完工。就这样，李鸿章决定舰队前往长崎进行维护，顺便访问日本。8月1日，
7艘战舰进入长崎港，8月13日就出了事儿。有这么几个中国水兵啊，上岸购物休闲，他们走到一处待作夫的场所，因为言语不通和店家发生争执，继而动粗损坏了店内物品，店家报了警，2名巡警闻讯赶到现场。这里解释一下待作夫，这是明治政府为了推行娼妓解放下令实施的一项制度。从业人员可以租用妓楼开门营业，公开合法从事卖春活动。以日本九州的长崎地区为例，这里作为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商业活动极为活跃，外国船只频繁靠港，来往的富商、海员和旅客络绎不绝。这些人就成为了娼妓业的主要客源，让当地卖春买春活动空前兴盛。待作夫呢，就是那个时代日本的合法妓院。那么说，巡警赶到以后因为语言不通，双方仍然各说各话。巡警呢是有意偏袒店家的，很快和中国水兵发生冲突，2名水兵被逮捕，其余的趁乱逃离了现场。逃走了以后，又叫来了10几个同伴，冲入警察局和警察打在一处。打斗过程中，1名日本警察被刺成重伤，这是一起典型的治安事件。日本警方和中国领事馆交涉以后，在第2天把逮捕的水兵移交中方。这个事儿在中国水兵中引起不满，当地日本民众呢也互相串联，准备对水兵们进行大规模报复。2天后，大约450名水兵上岸自由观光。根据军纪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上岸不久，水兵们发现说这个长崎的店铺突然打烊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和浪人突然向他们发起猛烈攻击。附近的居民有的是向水兵扔石头，有的从高处泼开水。日本方面的说法是水兵们上岸后寻衅滋事，和警察发生冲突，有的把日本警察帽子打掉了，有的辱骂日本警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日本警察抓捕肇事人员，结果双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械斗。根据最终的调查结果，日本巡警死亡2人，伤26人，中国水兵致死5人，重伤6人，38人轻伤，5人下落不明。这就是近代中国关系史上著名的长崎事件。对于这场冲突大清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姿态。李鸿章紧急召见日本领事波多野章五郎，明确表示，如果2国开启战端，北洋水师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中日双方随后开始事件调查和善后谈判。日本方面态度也很强硬，坚定认定责任完全在中方。几番交涉下来，这个谈判陷入了僵局，双方敌对情绪已经十分严重。清政府这时候突然宣布停止谈判，之前所议全部作废。眼瞅着一言不合就要开战，日本一时之间摸不清底细，多次要求谈判继续，全部遭到中方的坚决拒绝。清廷的强硬主要是因为手上握有2张王牌。头一张呢是军事上已经远超日本，这不是夸张的。北洋舰队当时的定远、镇远这2艘铁甲舰已经开始服役，排水量高达7335吨，无论吨位还是火力都是亚洲之最，世界领先的地位。而日本呢，当时只有福3号这么1艘铁甲舰，吨位只有定远舰的1半，根本没法和北洋舰队抗衡。第2张王牌是外交筹码。日本在当时正致力于修改不平等条约，希望中国能够从中帮忙。一边是力不如人，一边是有求于人，2方面原因就决定了日本不能再硬抗。那么明治天皇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态度开始放软。再经过英法德等国出面调停，日本做出退让，双方达成最后协议，分别向对方死伤者支付抚恤金。日本所支付的数额大大超过中方，中国士兵在日本产生的所有治疗费用一律由日方承担。这个长崎事件是近代中国对日交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对双方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作用和意义。这次胜利呢，加深了中国朝野对日本的藐视，导致北洋舰队多年停滞不前，为甲午战败埋下了祸根。政治协商解决了争端，暂时平息了2国之间的纠纷，但是却在日本朝野和民众之间滋生了反清情绪。尤其是日本民间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汉字、儒学、礼仪以及对东方大陆怀有的美好憧憬，全都因为长崎事件深受刺激，开始奋起直追。长崎事件结束后1个月，明治天皇颁布敕令，说立国之急在我海防，一日不可迟缓，并且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30万日元拨给海军专用。
首相伊藤博文、民间大学者福泽谕吉等等名流纷纷在全国各地游说，各地的贵族、富豪、大名竞相捐款，半年的时间，捐款金额超过了200万日元。同时，明治政府还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可以说，他们是从天皇到全民勒紧腰带建设海军，定远镇远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和镇远模型也成了日本孩子最热衷的一个游戏。这个长崎事件，一场不流血的胜利，换来了一个国家的自满和停滞；一场惨痛的羞辱，也点燃了另一个国家的野心。在上一集我们聊到了李鸿章在主持朝鲜事务的过程中相中了袁世凯的强硬手腕，把他派到朝鲜出任通商总办。接下来呢，我想详细聊聊袁世凯这位人物的早期经历。袁世凯字卫廷，185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项城袁氏是一个大家族，他的叔祖叫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清廷对太平军捻军战争中的著名将领。袁世凯的生父叫袁保中，一生没有出仕为官，袁氏家族几十口人主持家务的就是袁保中。袁保中呢有个亲弟弟叫袁保庆，袁保庆的青年时代跟随他的叔父袁甲三参加剿匪，立了一些战功，后来被两江总督马新贻力保，升任江宁盐法道。江宁盐法道掌管一省食盐的生产运销，这是个十足的肥缺，官运亨通，人生得意。唯独一点，这个袁保庆始终膝下无子。他的哥哥袁保中呢，就把自己刚刚5岁的四儿子袁世凯过继给了他。从此呢，袁世凯就跟随四父袁保庆寓居在了南京。借着父辈的人脉交往，袁世凯在少年时代就和刘铭传、吴长庆等等淮军名将相熟。那么袁保庆去世以后，袁世凯到北京依附堂叔袁保恒、袁保龄，其中尤其是袁保龄和李鸿章交情深厚，而且是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得意门生，相当于在洋务、清流两派行走的人物。应该说，正是这些非比寻常的关系，让袁世凯很早就拥有了很多同代人无法企及的资源。从袁保龄早期的一些家信来看他对袁世凯这个侄子应该是不太满意的，经常以书信的形式斥责教育，给出的评价是浮动异常，不喜章句之学。这有点像现在的很多孩子在家长眼中总是喜欢调皮捣蛋。而根据一些同代人的回忆呢，则是说袁世凯度量狭窄，工于心计，好大喜功，动不动就拿银子解决问题。这样看来，这个人的早期又多了许多纨绔子弟的习气。袁家是书香门第，按照袁保恒、袁保龄的督促，袁世凯呢曾经2次回到河南原籍参加乡试，可惜2次全都名落孙山。考不上功名，又不想留在老家当土财主，袁世凯呢因此开始考虑出外闯荡。这个期间，他曾经作诗一首，自我鼓励，说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您看这口气，一口吞尽胡天骄。除此以外，袁世凯还在游玩途中意外结识了比他大几岁的徐世昌，二人相见恨晚，拜了把子。袁世凯资助了徐世昌兄弟二人参加乡试，事后徐氏兄弟双双中举。到了1881年袁世凯来到山东登州，投奔了袁保庆的把兄弟淮系庆军将领吴长庆。没几天呢，就被吴长庆提拔为庆军营务处会办。从此以后，袁世凯走上了一条和科举完全不同的道路。清代官员选拔的途径主要有这么几种。首先是科举，参加公务员考试，然后逐级提拔。其次呢是继承祖先辈的封荫，再其次是通过金钱捐官。像袁世凯这种情况的呢，属于以临时差委的形式，先给安排个位子，将来再酌情提拔转正。除了通过科举考试任职是正途出身，其他的形式都被视为别途。甭管是正途还是别途，要想在官场迅速崛起，就必须要经营自己的关系网，亲朋好友、同年同级同乡，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一层关系能够帮上大忙。说袁世凯投奔了吴长庆，但是对参加科举仍然不甘心。袁世凯的幕府中呢有不少能人，袁世凯就在这些人的指导下继续读书，准备考取功名。这个期间有一次，他给他的三哥袁世莲写信，
说地不能博弈秀才，死不瞑目。说这话这年呢是1882壬午马年。袁世凯本来准备参加考试，但是没想到朝鲜那边突发事变，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吴长庆、袁宝灵奉命率领庆军赶赴朝鲜平叛。不适合幕府工作的袁世凯显露了他在其他领域的突出才干。说这大军跨海登陆，要选择登陆点，袁世凯呢就跟随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现场踏勘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中间呢有一段路，两人光着脚踩在沙石上面，上岸以后双脚全被刺伤划破，鲜血淋漓。这个丁汝昌呢看袁世凯是神情自若，不由得说了一句，说纨绔少年亦能如是，就是没想到你这样一个纨绔子弟也能吃得了这样的苦。庆军登陆朝鲜以后啊，因为久无战事，纪律松弛，吴长庆呢命令袁世凯负责整顿军纪。接到指示，袁世凯马上传令各营，有擅自进入民宅或者带人回营者，立斩不饶。没想到刚刚传达下去，就有人顶着风违反了军规，营门口一口气砍了好几个人，这一下就镇住了绝大部分兵卒。但是还有不要命的，有朝鲜本地乡绅告发说有中国军卒奸污了当地民妇。袁世凯是亲自前往搜捕，一天一宿的时间，终于将人犯擒获。核实原委，证实情况属实之后，都没有带回军营，直接原地毙命，传示各营。很快又有朝鲜本地居民来告状，说当兵的打伤了人。袁世凯一查呢，发现是庆军内部的一名官员失手打伤了当地百姓。这个失手打伤也不行，必须严办。但是大帅吴长庆出面求情，说大侄子你高手吧，这是老谁家那小谁。袁世凯说那好吧，这事儿就先这样吧。大帅您看我那桌子上啊有几本新买的书，写的还都挺不错，您可以先看看，我出去安排一下，赶紧把那小谁给放了。说着这话，袁世凯就走出门去，到了外边就命令把那小谁立斩不赦。他是表面上答应了吴长庆，背地里直接把人给咔嚓了。整个庆军上下听说有这么一个活爹，军纪是一片肃然，再也没有人敢造次。我们常说啊，慈不掌兵，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袁世凯呢本来就是故人之子，这下就更受吴长庆的器重，被一举提拔为前敌营务处总管。朝鲜的壬午事变平息以后，庆军奉命留在朝鲜驻防。袁世凯因为治军严肃，剿抚应激，升任五品候补同知，赏顶戴花翎。正好赶上朝鲜政府啊请求帮忙训练新军，那么吴长庆呢就派了袁世凯和另外俩人帮助朝鲜练兵。袁世凯在训练所部新军的时候，进一步展露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擅长。他让这个翻译啊通报500名朝鲜新军，说中国练兵不像你们那样儿戏，但凡有人不听号令约束，立刻军法从事。很快袁世凯就安排了个姓王的教习负责具体训练。这个王教习啊是手提皮鞭喊一声左足起，500人立马抬起左脚，高下如一，但凡有做不好的，上来就是一顿皮鞭，包括行进、列队、举枪射击，全都严加训导。才操练了半个月，这500人的精神面貌就为之一新。朝鲜国王和吴长庆前来检阅，一看这场面，直拍手叫好。从此呢，袁世凯就得了个能军的声名。过了没2年，这个吴长庆所部庆军3个营被调回了国内，驻防辽东的金州和旅顺，在朝鲜呢就只留下3个营的兵力。经李鸿章举荐，由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您注意，这一年啊，袁世凯才刚刚26岁，称得上是少年得志，一跃成为清政府在朝鲜军队中的领袖人物。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朝鲜甲申政变爆发，以金玉军为首的亲日派发动政变，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他们冲进王宫，挟持国王。袁世凯是当机立断，带着部队火速杀入王宫，击退开化党和一小伙日本人，烧了日本使馆，迅速控制住了局面。当时的中国啊，有一家点石斋画报，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对甲申政变进行了报道。这一幅呢是政变爆发的时候开化党攻入王宫的场景，这一幅呢是清军攻入朝鲜王宫平叛的场景。这个事件平息以后，袁世凯曾禀报李鸿章，提出在朝鲜设置监国，他主张在朝鲜屯驻重兵，以武力慑服日本。他的这一套强硬策略啊，其实和后来甲午开战前的主张如出一辙。如果抛开时代背景，
袁世凯的谋略似乎很有章法，但是回到那样一个时代，一味的穷兵黩武，无疑是欠缺冷静和深思熟虑的。首先是甲申政变发生的时间点，中法战争余烟未消，日本正打着帮忙调停的旗号，暗地里跟法国人眉来眼去。如果一味的蛮干硬干，很可能让日本人找到干涉朝鲜的借口，这个外交局势就会变得很难看。其次呢，袁世凯以武力威胁日本的想法，显然是低估了日本的军力以及他们对朝鲜扩张的野心。袁世凯是典型的那个时代的官二代，治军经武是把好手，因为足够心狠手辣，再加上叔父辈的人脉网络，这是他年纪轻轻一路升迁的关键。但是这种杀伐决断放到国际舞台上是玩不转的，这也恰恰是袁世凯的一大短板，就是在国际外交方面他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单从外交层面来看，任用这样一位人物来独当一面，不能不说实在是盲目的很。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把菜刀扔进了瓷器店，扔进去叮当乱响，紧接着就发现后患无穷。清廷的朝堂上很快就有人上奏弹劾袁世凯，说他擅起编信，更有传闻说他在朝鲜豢养官妓、贩卖鸦片，甚至奴役军饷。迫于压力，袁世凯请假离开朝鲜，回到了河南老家。中日两国针对甲申政变展开谈判以后，伊藤博文极力要求中方惩治袁世凯，而李鸿章却对这个玩火少年另眼相看，既欣赏他的鲁莽，也想利用这股狠劲儿。那么他的叔父袁宝龄在这个期间曾写信告知他说，李鸿章从中斡旋保护，要求袁世凯一定要对中堂大人感恩戴德。就这样呢，从哪儿起，袁世凯彻底投入到了李鸿章幕下。甲申政变以后，中日两国双双从朝鲜撤兵，李鸿章奏请朝廷推荐袁世凯出任驻朝通商事务总办。这一年，袁世凯走马上任，到达天津以后，专程拜会李鸿章。看到这位年少气盛、略显轻狂的少年官员，李鸿章笑着说现如今就好比一场大戏，舞台已搭好，观众在座，就等你上场表演了。袁世凯呢，请求增派几名资深官员，李鸿章则是淡淡的说朝鲜人一听袁大将军要来，欢声雷动，谁敢抗拒？用不着旁人，也不必调动兵马，只需要你带几十人登岸就足够了。转眼袁世凯一行人到了朝鲜，也果然不负众望，到了地儿就给朝鲜王室来了个下马威，从此就几乎成了朝鲜的太上皇，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对朝鲜的一切内政外交予以监管干涉。靠着强硬姿态来对付心惊胆战的蜀国，自然是无往而不利的。但是对于觊觎朝鲜已久的日本，仅凭这样的招式，到底还能不能管用呢？朝鲜甲申政变之后中日两国签署了天津会议专条，除了约定好各自撤兵不在朝鲜驻军以外，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是，如果朝鲜半岛发生紧急事件，中日两国可以联合出兵，也可以单独进行干涉，但是必须要完成先互行文支照的程序。您注意，这是后来一系列历史进程的一大关键。那么好，到了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派遣了京军壮卫营前去镇压。这个壮卫营就是之前袁世凯负责训练的朝鲜新军。为了展现自己的训练成果，他特别致电李鸿章，请求派出停泊在仁川的北洋水师的平远号协助作战。经李鸿章批准，这年5月8号，平远连同2艘朝鲜本国轮船装运壮卫营南下到群山浦镇压东学党起义。5月12日，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说，初5到群山谢兵，韩乱党闻兵到即瓦解。这意思是东学党听说官军到了，转瞬就望风逃散。李鸿章赶紧把喜讯上奏朝廷，万没想到十几天以后到了5月25日，总理衙门突然致电李鸿章，说从海关总税务司了解到了韩兵大败这一截然不同的情报。还有一条突发消息是，日本以平远号上有华兵40名为由，正在准备派兵前往朝鲜。总理衙门要求李鸿章予以查证。针对问询呢，袁世凯回复说，平远号护送的朝鲜京军还没有和东学党发生任何战斗。至于日本准备派兵前往朝鲜这么一个敏感话题，袁世凯是一口否认，表示未闻日有派兵说。按照惯例
袁世凯发回的所有报告，李鸿章都会即刻转电总理衙门或者军机处，以供朝廷高层决策参考。未闻日有派兵说，是5月26日中午从朝鲜发到天津，又从天津传到北京。就在这天晚上，仅仅隔了几个小时，袁世凯又向李鸿章发来进一步消息，这个电文内容是极不寻常的。大致是说平远号运送朝鲜军队自仁川出发以后，日本驻朝公使曾派人询问朝鲜政府，说平远号这是去哪里？朝方回答说是借送韩兵。日本方面又问说华兵有没有下岸？在得知中国没有任何士兵登岸以后，日方又提醒说倘下岸须按已有约之诏。这里的已有约之诏啊，就是前面提到的1885年中日两国签署的天津会议专条，指的是双方一旦打算派兵进入朝鲜，需要按照既定程序提前告知对方。按照条约规定，日本拥有和中国同等的对朝鲜出兵的权利，这个绝对不是儿戏。日方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有这样一个举动，按理说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如果稍微有点外交头脑，应该立刻会同日本政府积极协商，对当前形势下的双方做出具体约定，最关键的是要白纸黑字落实到书面上，这样才可以杜绝后患。可惜袁世凯的理解完全是两回事，由于没有经过任何相关的系统性学习和训练，对国与国之间的折冲完全懵懵懂懂，他以为只要控制了朝鲜朝廷就万事大吉了。对日本方面提出天津会议专条的情况，他给判断成了什么呢？他竟然判断成了日本人意在支召，没有派兵的意向，对日本几乎是毫无戒备，就这样仍然沉浸在太上皇的角色里。根据韩国史料记载呢，就是在袁世凯汇报日本动向的这一天，朝鲜政府内部出现了一种声音，一些人希望像过去一样向中国请求援兵，镇压东学党。袁世凯和朝鲜权臣闵永俊秘密商谈，闵永俊询问说大人可否向我国派一队兵援助剿匪？袁世凯兴奋地表示说倘若让我来谋划指挥，不出10日必将讨灭之。就在第二天，朝鲜京军壮卫营遭遇惨败，东学党起义军占领重镇泉州，朝鲜朝野震动。这种情况下，得到袁世凯保证的闵永俊极力劝说国王李希向清政府请援。这李希一直是个没主意的人，他担心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必然跟着出动，到那时朝鲜两头挨打，根本收不住场子。那么闵永俊呢，已经和袁世凯商量了好几天，为了尽快清除东学党，他硬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声称袁世凯自会有办法。终于群臣仓促决议，准备正式行文向清政府求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把中国作为假想敌，针对中国不断扩张军备，寻找机会调解事端。这个东学党风波一闹，东京当局呢敏锐觉察到这可能会成为开战的良机。朝鲜政府是6月1号决定向中国求援的，日本驻朝公使山村俊在6月2号就得到消息，派遣书记员郑永邦登门拜访袁世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促成中国出兵朝鲜，为日军进入朝鲜铺平道路。郑永邦其人因为精通中文，在之后的中日交涉中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角色。鲜为人知的是呢，郑永邦有着相当特别的身世，他的先祖其实是明末将领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的弟弟田传七左卫门。明末清初，田传七左卫门在日本为台湾郑氏集团提供海外供应，这之后整个家族渐渐融入日本社会，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说郑永邦来见袁世凯主要是询问东学党的有关情况，并且说匪患不除，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商务贸易，这样下去可不是个事儿。朝鲜人肯定自己解决不了，时间久了会越来越难办，中国方面何不出兵剿匪呢？袁世凯这会儿呢倒是很实诚，说虽然还没有正式公文，但是双方已经内定，一旦接到公文就会即刻出兵。同一天，袁世凯向国内报告说朝鲜已经准备求援，日本方面暂无他意。转一天的一大早，日本公使山村俊亲自登门拜访袁世凯，期间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贵国即将出兵，我国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出兵了。袁世凯当场脸色一沉，回了一句说日本没有正当理由不可轻启战端。当天夜里，朝鲜政府正式递交请援文书，袁世凯立刻把朝鲜文书电报给李鸿章。为了促成出兵他又另外发了一份电报，
向李鸿章汇报和山村郡的谈话情况，说山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至于山村郡那句如果你们出兵，日本会紧随其后的通告，袁世凯只当是玩笑，并没有做过多考虑，因此只字未提。收到朝鲜发来电报的第二天，李鸿章几乎未加思索，就把朝鲜请援正式上奏朝廷，同时决定调动直隶提督叶志超以及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部赴朝平乱。外交经验远比袁世凯要丰富的李鸿章，没有考虑到朝鲜的复杂局势，匆匆做出决定。一方面呢，是被袁世凯那句日本似无他意的电报误导，另一方面是担心东学党事态持续发酵，各国列强一定以保护使馆侨民为由纷纷出兵，到那时候将会面对无法收拾的局面。身为当时最富外交经验的国家重臣，这一刻的李鸿章却显得比谁都更像门外汉。他的幕僚之中不乏精通国际法的才俊，可是推举任用驻外大员往往更看重关系远近、有无胆气、权谋如何。当真正需要运用国际法则的时候，那些专业人才就像集体失了声，没能给他提示丝毫应对之策。结果一个本该谨慎权衡的国际决定就这么匆匆拍板，埋下了日后难以收拾的隐患，而日本方面等待已久的战争借口也就这样到来了。1894年6月6日下午6点，天津塘沽码头人潮如织，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古北口练军和武义军等部共计910人，登上图南号商船，踏上征程，奔赴朝鲜。就在同一天，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也按照李鸿章的吩咐，向日本政府发出通告，说明这次出兵乃天朝保护蜀邦旧例，并且保证事成即撤，不再留防。李鸿章根据袁世凯之前报告的日本必然不会多事的判断，认为在向日本政府通报完成天津会议专条所定的先护行文之诏义务以后，日本那边就不会另起争端。哪成想诏会发出不久，一连串不寻常的事情接踵而至。汪凤藻那边很快从日本发了电报，他说原本回国述职的驻朝公使大鸟贵介带了20名警察直奔朝鲜。到了下午又传来消息，汪凤藻告知说听说日本正准备向朝鲜派出军队。突然听到这些消息，李鸿章心里咯噔一下，隐约感觉风头不对，但是仍旧故作镇定，回电安慰说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辞，究有限。口气虽然平静，却难掩内心的警惕。日本那边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6月1号，驻朝公使书记员郑永邦从袁世凯那儿打听到清廷有意出兵朝鲜，日本政府闻风激动。6月2日，内阁就召开会议，决定如果中国出兵，日本就以保护使馆为名，首先派遣一个旅团规模的兵力开进朝鲜，同时命令各地分散的海军常备军舰向着朝鲜仁川、釜山等重要口岸集中。6月3号，朝鲜发出文书，正式向中国求援。6月4号，驻朝公使山村郡发回报告，说袁氏派其书记官通知我，昨夜朝方已发出请兵公文，料想中国援军约在1500人左右，即将自威海卫开来，我国是否也该立即出兵？这时候日本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开战。为了战时指挥顺畅，6月5号在广岛成立了以明治天皇为核心的战时大本营。当中国公使汪凤藻6月6号递交照会的时候，日本陆军混成旅团实际上已经开始动员集结。和日本步步为营、布局缜密相比，人在朝鲜的袁世凯对日本的反应完全没有考虑，中堂大人李鸿章更是两眼一抹黑。袁世凯是直到通过李鸿章转告，知道了大鸟贵介将要率领警察返回朝鲜以后，才隐约感受到了一丝不妙。6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召会大清总理衙门，告知根据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日本也将要派兵进入朝鲜。同一天，日本外务省召会驻日公使汪凤藻，对中国派兵召会中提到的天朝保护蜀邦等等文字表示异议，认为中国朝鲜之间所谓的藩属关系不被关系法承认，朝鲜属于独立国家，日本是按部就班，多管齐下，清政府是步步被动。素以勇武见称的袁世凯，这会儿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军政关系，不出意外的变得力不从心。又过了一天，6月8日上午，
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说，东学党已经土崩瓦解，元朝的军队差不多该撤就撤吧，免得节外生枝。紧接着袁大人又发了一份密电，声称刚刚收到日本驻朝使馆的密信，说日本派兵入朝只是单纯为了保护使馆，并无他意。有了日本人的口头承诺，袁世凯又来了底气。就在这时候，朝鲜国王派人送来消息，说中国士兵先别急着登陆上岸，尤其不要进兵。袁世凯告知来人说，中国自有良策，通过外交阻止日军，如果不能阻止，中国会增兵和日军抗衡。同时袁世凯再次电报李鸿章说，进兵与否只看东学党存亡，不能因为日本调兵就贸然停止。这一天，中国第一批援朝部队从天津出发的图南号已经抵达预定登陆点鸭山湾，军卒全部在船舱待命，还没有实施登陆。如果在这个时间点选择果断处置，把部队留在海面上静观其变，必然会让以中国出兵为借口的日本陷入被动。可惜袁世凯错估时局，致使局势迅速恶化。6月9日，聂士成率领先头部队在鸭山登陆。同一天夜里10点，日本驻朝公使大鸟贵介率领武装警察和海军水兵队，大约有几百人在仁川登陆。听闻日军登陆的消息，袁世凯寄希望于朝鲜政府以及各国驻朝外交官出面劝阻，但是全部无效。6月10号下午，大鸟贵介率领日军冒雨进入朝鲜首都汉城。清朝出兵是凭借蜀国的正式邀请，但是这种宗藩关系放在国际视角不被认可。日本军队不请自来属于无理举动，但是因为天津会议专条的约文不够严谨，反倒拥有了国际法依据。面对这种完全出乎预料的局面，总理衙门命令袁世凯就地在朝鲜与日方进行会商，用外交方式解决争端。到了这个时候了，袁世凯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日军是因为东学党占领了泉州，倭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速设法除全匪，收复泉州，华兵撤去，倭兵自息。按照他的观点，解决东学党问题，这个事件自然就会平息了。紧接着呢，东学党和朝鲜政府和解了，双方签署了休战协议，东学党起义军全面撤出泉州。可是日本派兵并没有停。6月12日，一支日本陆军正规军混成旅团第11联队1大队在仁川登陆。就在李鸿章那边正在考虑要不要增兵的时候，突然收到了袁世凯的电报，报告日本派兵朝鲜事端已经顺利解决。李鸿章大为惊喜，而实际情况呢，是袁世凯又被日本人涮了一回。说6月13号这天，日本驻朝公使大鸟贵介专程来访，在会谈中呢，袁世凯表示中日两国和睦相处，东亚局势就会随之平稳。咱们这些人应该统筹全局，以利国家，不能好勇斗狠，徒生事端。一番高谈阔论，大鸟贵介马上迎合着说对，你说的太对了，日本主要是担心朝鲜匪患难除，所以这才派来部队。我已经年过6旬了，我是最不愿看到两边闹得不好看的，等一回去就发电报让后续的兵船赶紧别来了。这次来找您会面，是因为接到天津的电报，说中国正在增兵发往汉城，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袁世凯在当时没搞懂其中深意，所以顺势打包票说，如果您能阻止贵国后续部队，我也可以出面协调不再增兵。两人最终就这样做好约定，谈笑间好像真就化解了一场危机。实际上大鸟贵介是担心中国派出大军抢先进驻汉城，可能会对日军后续部队登陆造成困难，所以采取了缓兵之计。心眼实诚的袁世凯压根就没想到，当时坐在他对面的这个面容和善的老人其实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角色，可以说他的阅历、经验、学识在当时全在袁世凯之上。大鸟贵介1833年生于日本兵库县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学习汉学、医学以及近代炮兵学，后来成为德川幕府的陆军军官。戊辰战争期间，他是对抗明治政府的虾夷共和国陆军司令，战败后曾被捕入狱。1872年获释出狱以后，大鸟贵介赶赴欧美各国考察政情，回国后进入工部省任职，投身近代工业建设，并且取得显著成果。此后历任工部大学校长、元老院医官、华族女学校校长、学习院院长。从1889年起，大鸟贵介先后出任驻中国与驻朝鲜公使，以善于谋略、遇事镇定著称。那么说，东学党已经消停了。收到消息，李鸿章喜出望外，当即终止增兵计划，并且电告已经赶到朝鲜的聂士成、叶志超，终止所有军事行动。
紧接着6月14号，袁世凯再次报告，声称已经和大鸟归界商量好，只要中国撤兵，日本紧跟着就撤。到这个时候，阅历深厚的李鸿章似乎意识到了不妥，马上回电要求袁世凯，既然已经商量妥当，需要以信函或者回文作为凭证。可是到了15日，从驻日公使汪凤藻那边李鸿章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朝鲜政府以东学党已经平息，希望中日两国各自撤兵。而日本外务省给出的答复呢，是没有从驻朝公使大鸟归界处得到任何的相关报告。李鸿章收到消息，立刻电问袁世凯，要求确查垫付。可是袁世凯那边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没了声音。隔天的凌晨，汪凤藻再次发来急电，说日派兵增至5000余，意图叵测。就在这天中午，日本混成旅团主力2000余人全部登陆朝鲜仁川。紧接着，混成旅团另一部分兵力登陆釜山。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军力对比已经严重失衡，大鸟归界和袁世凯的口头约定已经荡然无存。屯兵崖山的清军统帅叶志超向袁世凯发出电报，决定趁着日军立足未稳，抢先占领汉城。可是袁世凯呢，仍然对双双撤兵抱有幻想，要求叶志超终止行动。颜面尽失，袁世凯急忙找到大鸟归界磋商。大鸟归界呢，笑脸相迎，有意必应。然而在谈判桌外，日军推进的脚步丝毫未停。事情走到这一步袁世凯心中是冷汗直冒，以他目前的学识本领，已经无法收场。他决定尽快自寻退路，电禀李鸿章，是在此商谈乌鸡事，可否启电汪兴使在倭商办。言下之意呢，他已经万般无奈，急切想借助汪凤藻之手，为自己和大清寻得一条退路。李鸿章收到了袁世凯求助的电文，很快斩钉截铁的回复，这个语气已经带着明显的不悦，说汝需力阻大鸟，勿调新道兵赴汉为要。就是说你现在别操心别的了，赶紧想办法阻止日本的大部队进驻汉城。在这之后借着重兵临境，日本对华交涉步步威胁，丝毫不让，威逼朝鲜政府改组，切断中朝之间的藩属联系。到6月30日，中日交涉逐渐陷入僵局。袁世凯连发多封电报给李鸿章，先是以日军兵力已近万人为由提出申请回国，而后又说日本可能会派兵押送自己出境，要是那样丢人可就丢大发了，不如自己先行离开。李鸿章在第2天回复说，倭允不先与华开信，岂能拒送使臣，要坚贞勿怯退。过了几天时间，袁世凯又声称朝鲜犒赏日军米肉比我们多，朝鲜已经倾向日本一方，我们应该集体撤旗回国。李鸿章把他的请求转奏总理衙门，总理衙门要求袁世凯万勿轻动。过了没2天，日本方面对朝鲜是步步紧逼，要求改革内政，成立亲日政府。袁世凯惊慌失措，接连发电报说，凯在此无办法，图困汝，你赴天津面禀详情，左筹合战，倘蒙允既行，以唐守暂代。他提出让下属唐绍仪代替自己。7月6日，总理衙门作出批示，因为俄国驻朝公使即将赶赴朝鲜，有望帮忙调停这场争端，所以要求袁世凯必须在朝鲜静候。预感到这个朝鲜局势即将发生巨变，袁大人没过几天就开始称病，说自己浑身疼痛，头昏眼花，心虚气短，上吐下泻。随后就先斩后奏，直接把工作交代给了唐绍仪代理。7月16日，总理衙门突然转发上谕，清政府是以皇帝上谕的最高命令行事，命令袁世凯切不可擅自赶回天津，如果必须要当面奏禀，也要先行请旨，酌情而定。看到这样一道旨意，袁世凯又好像突然一下子就好了，立刻电报李鸿章说，凯病至此，何可得保不辱国？我都已经这样了，还拿什么来保证不辱使命啊？凯病如此，唯有一死，然虽死何异于国事？痛绝。我病成这样，怕是只能一死了之了。可是即便我死了，对国家也没有好处，我的心在滴血，真疼啊。2天以后袁世凯期盼已久的命令终于来了。袁世凯着准其调回钦此，18号接到这个圣旨，22号就到了天津。您想想，在那样一个年月，他这个心得多急。日军攻入朝鲜王宫，战事全面爆发的时候，袁大人已经置身事外。可是见困难就退，尤其是临回国耍的这一场活宝，让李鸿章极为不满。很快就以他了解朝鲜风土人情为由，
勒令他返回朝鲜，到了平壤前线。甲午战争的末期，李鸿章进京面圣，被恭亲王奕欣问道：我听说这场战事全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有这么回事吗？李鸿章的回答很是耐人寻味。他说：事已至此，请王爷不要追究，横竖都是我李鸿章一人之错就是。听他这么一说，恭亲王最后也就不方便直接过问了。好了，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收看收听，这里是烽火赵东南。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甲午战争的故事仍在继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